Perplexity 它其实不只是想要做一个研究的工具而已，它想要用一个 AI 的汇整资讯的方式来重新定义我们怎么样去接触资讯。Hello， 大家好，我是非凡。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我日常生活中还有工作上面都会使用到的一个工具，叫做 Perplexity。那我也想要推荐给大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有让我重新喜欢上就是在网络上面找东西去满足好奇心的这个感觉。那甚至我觉得说它已经渐渐的取代掉 ChatGPT， 甚至有点取代掉 Google。这部影片的内容主要会包含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我会简单的讲一下 Perplexity 它是什么，然后讲一下它怎么使用，后面还有一些使用上面的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就让我们开始吧。好，那 Perplexity 是什么东西哦？它其实以术语来讲的话，它是一个 AI 驱动的一个搜寻引擎。那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复杂的去想象它啦，就把它简单的想成一个你的搜寻助手就好了。它做的事情其实也很简单，很好理解，就是会帮你去 Google 你想要的资讯，然后把它汇整起来，整理出重点，然后再呈现给你看。那相较于 Google 呢，它有几个好处，就是首先它当然呈现出来的资讯更加的直接，然后更加像是一个对话，而且也省去了你自己去消化所有的搜寻结果的那些时间。然后相较于 ChatGPT 它的回答会更加的新，然后也会更加的准确。那像是我现在如果要搜寻奥运攀岩女子2024年的结果好了， ChatGPT 会跟我说，截至我了解的最新资讯，巴黎奥运会的女子攀岩结果尚未公布。那主要是因为 ChatGPT 它回答问题的时候，大多还是从它的训练资料来的，那它的训练资料都是一批一批的，所以会有一个时间上面的断点。Perplexity 因为它是帮你去做这个搜寻的动作，所以它都是即时进行的，那就算是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它也可以回答得出来。这也是它跟 ChatGPT 最大的一个不同，那就是它不是依靠它模型本身的强大去回答你的问题，而是去网络上面去搜集资讯，并且汇整，然后整理给你看。那接下来我想要讲一下我喜欢 Perplexity 的一些原因。Perplexity 它有的优点其实很多，可是我想最多人会提到它的一件事，应该是它会显示资料来源，让你可以去做日后的参考或者是验证。那这很根本的解决了 AI 工具它通常都会有的一个幻觉，也就是胡说八道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功能当然是很好啦，可是这并不是我最喜欢 Perplexity 的一个特色。我会喜欢使用它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好用，它的响应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你输入一个问题到你得到回答，通常不用太多的时间，所以它使用起来的这个心理成本就会比较小，让你会想要有事没事的时候就去问它一些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回答展示方式非常的清晰，跟 ChatGPT 的界面相比的话，真的好读非常非常多。Perplexity 它的回答通常都不会太长，它会先复述一遍你的问题，然后把它的回答用列点式的方式把它一个一个列出来。它的字体通常都比较小，然后也会把重点标示出来，所以这样子的格式就让人很快的可以扫视而过。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要怎么样使用 Perplexity 吧。首先进到它的网站上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界面其实也跟 ChatGPT 长得很像。在左边你可以看到一些工具栏，然后在右边的整块大画面都是你的问题的一个对话框。那如果你想要的话，你也可以在左下角里面找到设定，然后里面填一些你的个人资料。这样子的话，它的回答就会更加的客制化吧。接下来讲一下要怎么问他问题。想不到吧？问他问题也需要特别教你怎么用。那问 Perplexity 问题的方式其实比较特别，怎么说呢？就特别的简单，基本上你就把它当做 Google 来用就好了。简单的打入一些关键字，把它输入下去，然后通常结果都不会让你失望。这也是我特别喜欢 Perplexity 的地方，就是它把下指令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容易。甚至你如果去它的官网上面看的话，也会看到它给的一些下指令的模板都非常的简单。那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是 Perplexity 的产品长，那他是说他觉得下指令这件事情非常的反人类，以后这样子跟 AI 交互的一个行为应该会逐渐的被淘汰。那我非常的赞同他这个想法。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这个设计理念的关系，所以其实你在使用 Perplexity 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都不太需要去用到太多的 prompt 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那除了基本的问答之外呢，它有一些特别的功能，像是这个焦点的部分，你就可以在这边选择你要它搜寻的范围，全部、学术、数学、写作、视频还有社交。我自己的使用习惯是，通常我都只会在全部里面做搜寻，因为我觉得它已经足够的聪明到知道我在特定的情境之下可能需要哪一种资讯。反而如果我去限缩它搜寻的特定区域
域的话，可能得到的资讯不是那么的全面。那另外它还有一个功能叫做 Pro Search， 可以在界面的右下角这边看到。Pro Search 呢，它就可以用来回答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今天假设想要做一个给老人使用的一个送餐 App 好了，那我不知道说今天我要从何下手，那我就可以问他这么开放性的问题，要如何设计一个老人的送餐 APP。那在 Pro Search 里面呢 ，Perplexity 它会先尝试着了解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把它的思想过程把它一个一个列出来，搜寻有关老人的送餐 App 设计的最佳实践，找寻相关的市场需求和用户研究，还有探索竞争者的类似产品。它也会把所有的资讯列出来，给我们一个简短的解答，这样子。那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在做产品的调查跟分析的时候会做到的事情。那我们也可以把它一个一个展开来看，看说它在 search 的时候是搜寻了哪些关键字，然后每一个步骤它的看的 source 有哪一些。那这是它的一个付费功能，所以每一个免费用户每天都只能用5次，不要觉得说一天有5次用完就没了，很可惜，然后省着用这样子。其实5次很多，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然后如果你真的遇到复杂的问题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用它的免费功能，只是多问几次不同的问题就 OK 了。Perplexity 它还有另外一个好用的功能，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你比较想要记得的对话，或者是你想要把它收藏起来，日后再看的对话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标签起来，然后放到自己取的一个收藏夹里面。那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把你收集到的知识点，把它分门别类的储存好，以后要找也会比较方便。那因为我自己使用 Perplexity 的习惯比较零碎，所以我其实很少用这个功能，而且我在使用 Perplexity 的使用情境也是比较即时性的或者是一时兴起的搜寻，所以我就不会想要去做整理的动作，因为那样太耗时间了。那如果有人跟我一样的话，那其实也没关系，因为在 Perplexity 里面它是可以去做对话串的搜寻的，所以如果说哪一天你突然想要找一个几个月之前查过的东西的话，那也是找得到的。那关于 Collection 这个功能，还有另外一点我想要分享的是，你是可以把整个 Collection 分享出去给别人看的，而且这个分享的连接它也是可以进行协作的，所以你就可以跟你的小组也好，或者是你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好，可以一起去丰富这一整个 collection。那这一点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而且很多可能性的设计，虽然我自己不会用啦，可是还是想要称赞一下这个设计。最后我们讲一下 Perplexity 的使用需要注意的事项。那第一点就是语言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是 ChatGPT 的话，通常你都是要用英文去下指令才会得到最好的回答。可是 Perplexity 就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帮你去执行搜寻嘛，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找的是一些中文内容比较多的一些搜寻结果的话，那反而你用中文去跟它对话，你会得到比较高品质的回答。所以在问每个问题之前，你可能就要先想一下，那我找的这个主题它是中文的内容比较多还是英文的？那第二点是，我觉得 Perplexity 它的继续对话的功能没有做得很好。我有的时候就会遇到的情况是，我还在问他某一个问题的追问问题的时候，然后他就以为我在讲其他东西，只是想要跟大家先打个预防针，就是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最后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它跟所有的 AI 一样，它都会犯错。虽然说 Perplexity 它会把资料来源标注给我们看，可是在有些时候它还是会出错。我自己就遇到过几次，它的回答跟它所引用的内容，实际上是有一些偏差在的情况。所以在使用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可以把它提供的原文连接都点开来看一下，检查一下，才能够确保说你得到的资讯是正确无误的。那我觉得这是个缺点，可是也算是 AI 产品的一个通病吧。所以还是要重申一下，就是在用每一个 AI 工具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去验证它所提供的资料的准确性的。好啦，那以上就是关于 Perplexity 的介绍了。有一件事情差点忘记讲了，就是 Perplexity 它的定价方案，它分成很多种不同的方案，可是我觉得免费的版本就很够我们日常使用了。然后最后我想讲，就是我觉得 Perplexity 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产品。如果你往它的侧边栏去看的话，会发现它有一个发现的栏位，它像是一个新闻集合或者是知识集合的一个页面吧，可能在上面都会是一些你关心的话题，或者是你有兴趣的内容。大部分的页面都是 Perplexity 的用户，或者是 Perplexity 它内部自己创建出来的内容。你也可以按到右上角去，然后可以去根据你的不同的兴趣去定制你的这个发现页面。那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Perplexity 它其实不只是想要做一个研究的工具而已，它想要用一个 AI 的汇整资讯的方式来重新定义我们怎么样去接触资讯。一想到这边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也许我们之后获取资讯的方式可能会有巨大的改变，也不一定。好，那这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麻烦帮我订阅一下。然后如果有其他你感兴趣的话题，包括了 AI， 包括了 UX 相关的设计资讯，都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让我知道，也可以在 IG 上面追踪我。虽然现在比较少更新，可是还是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新的内容这样子。好，那谢谢你看到这边，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